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打算深入聊聊一个话题，是基于彭振嘉医生的一场讲座。他是马来西亚的精神科顾问医生，还是吉隆坡佛教心理健康协会的主席。讲座里有个故事，我觉得特别触动人。哦，是讲什么呢？就是一位老太太反复去看医生，老说她浑身都痛，马来语就是 Doctor, saya semua sakit。听起来很典型。但各种检查吧，就是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直到后来遇到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医生，就点醒他了。他怎么说？他说：“阿姨，也许不是身体病了，是你的心有点累了。”哇，这句话点得很好。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概念，就是所谓的心身症状。对，心身症状。身体确实不舒服，感觉是真实的，但这个不舒服的源头或者说放大器很可能是在心理层面，特别是我们常说的压力、焦虑，还有抑郁这些。没错。所以今天咱们就借助彭医生的视角和见解，一起看看这个焦虑啊，到底是怎么能牵动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真实的不适感。我们也会聊到，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疾病，就是 disease。又什么是这种身心互动下的不适 disease？ 对，这两个概念区分开很重要。是的，希望能帮你吧，就是理解这背后东西，然后可能也找到一些更从容的应对方法。好，那我们就从心身症状这个词儿本身开始吧。行，简单来说呢，心身症状就是指心理方面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压力啊、焦虑啊，或者情绪低落这些，引起了或者说加重了身体上的一些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啊，真的是五花八门。是啊，彭医生列举了不少，比如心慌心悸、心口闷、感觉喘不上去。对，还有头晕头痛、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还有就是浑身肌肉酸痛，或者感觉身体一阵发冷一阵发热，还有尿频呢，甚至看东西模糊。是的，就是那种感觉浑身都不对劲儿，哪儿都不舒服。对，但一查又查不出什么明确的病，这就是彭医生强调的那种真实的不适。应对挑战，这是个保护机制。是的，考试前紧张一下，可能还发挥更好呢。没错，但如果这种焦虑感变得太过头了，持续时间很长，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焦虑，而且严重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那可能就属于焦虑障碍的范畴了。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大概判断一下呢？自己是不是有点过度焦虑了？焦虑障碍通常会从几个方面表现出来。情绪上嘛，就是老感觉害怕、紧张、心神不宁，或者很容易烦躁。身体上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症状，比如心跳特别快、出汗、手脚发抖、呼吸急促、头晕，或者老觉得很累。想法上呢？想法上就是容易胡思乱想，过分担忧一些还没发生的事情，而且很难控制这种担忧，注意力也不容易集中。行为上也会有变化吗？有的。有些人可能会开始回避一些他觉得会影响焦虑的场合或者事情，或者表现得坐立不安，不停地踱步，说话语速也可能变得很快。听起来影响还挺全面的。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快速自测一下呢？有个常用的筛查工具叫 GAD-7。GAD-7？对，就是广泛性焦虑障碍7项问卷，在网上应该能找到。它主要是通过7个问题评估你过去2周的一些焦虑相关的感受和频率。这个结果怎么看呢？它有个总分，一般来说，分数越高，提示焦虑程度可能越严重。彭医生提到，如果得分超过10分，那可能就需要引起注意了，建议最好找专业的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了解，但它只是个筛查，不是确诊，对吧？对，这个很重要，它只是个参考，不能代替医生的专业诊断。明白。刚才我们提到了疾病和身心不适，彭医生好像特别强调要区分这两个概念。是的，他觉得这个区分对于理解和应对很重要。那具体怎么区分呢？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 disease， 通常是指有明确的可以检查出来的生理上的问题或者病理改变。比如说心脏病，你能查到心电图异常或者血管堵塞；感染呢，能查到病原体。肿瘤可以通过影像或者活检发现，就是有客观的生物学证据。而身心不适 disease 这个词拆开看，就是不自在、不舒服的意思。它更多指的是一种主观的身体不舒服的状态。虽然你去检查，
可能各项指标都正常，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病变。但是人就是难受。对，但是这种不适感啊，和长期的心理困扰，比如压力、焦虑，或者说对身体内部感觉特别敏感，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关键点在于，这种不适感是100%真实的，对吧？彭医生好像反复强调这个。没错，他特别强调，经历这些症状的人，他们感受到的疼痛、疲惫、心慌、气短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感受，绝对不是装病，也不是纯粹是想出来的。理解这点太重要了，不然患者可能会觉得不被理解，甚至被指责。是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心理状态，比如焦虑，能引起这么真实的身体反应呢？彭医生用了一个理论来解释，叫神经敏感性理论。神经敏感性，这个怎么理解？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可以这样想，当我们长时间处在压力或者焦虑的状态下，我们身体里那个应对危险的系统，就是所谓的战或逃反应系统，会被反复地或者说持续地激活。这个系统一激活，身体就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肾上腺素、皮质醇，这些我们常说的压力荷尔蒙，它们会让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肌肉紧张，随时准备战斗或者逃跑。这个我知道，是原始的生存本能。对，但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很多压力源不是短期的猛兽，而是长期的工作压力、人际关系、担忧等等，就导致这个战或逃系统可能一直处在一种过度活跃或者说紧张的状态。长时间这样会怎么样？久而久之，整个自主神经系统，特别是交感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好像过于灵敏了。彭医生打了个比方，就像一个烟雾报警器，灵敏度调得太高了。我有点明白了。正常情况下，可能需要很多烟雾它才会响，但现在呢，可能一点点烟，比如一个轻微的身体感觉，甚至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想法，都可能触发这个报警器，让它大响特响。这个大响特响，就是我们经历到的那些真实的身体症状。没错，比如突然头痛，肌肉莫名其妙的紧张、酸痛，心跳突然加速，或者肠胃咕噜咕噜叫，甚至疼痛，因为自主神经系统是遍布全身的，从头到脚，控制着心血管、呼吸、消化、泌尿等等系统。所以症状才可能出现在身体的任何地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位老太太会感觉浑身都痛。正是这个道理。这种生理上的过度警觉状态是很多新生症状的一个重要的生物学基础。这个解释很清楚。而且彭医生也提到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除了现代医学的解释，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也有类似的观察和认识。比如呢？比如说中医里边虽然理论体系不一样，但也会提到情志，就是情绪和脏腑功能的关系，像什么肝主怒、脾主思、恐伤肾等等。对，和学也有气血不调、气滞这些说法。是的，还提到了神经衰弱这个词。虽然这个诊断名词最早是西方提出的，后来在西方用的少了，但在我们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的一些文化语境里，有时还是会被用来描述一些跟焦虑、疲劳、失眠还有多种身体不适相关的状态。好像以前听老一辈人说过。对，这说明其实很早就有人观察到心理状态不好是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这并不是现代医学才有的发现，只是解释的角度和方式不同。确实，不同的文化和视角，最后都指向一个核心，身和心是分不开的，是相互影响的。没错，身心一体。那么在彭医生的临床实践中，他观察到有几种特定的焦虑相关问题，特别容易伴随明显的新生症状。是哪几种呢？他特别提到了几种，一个是广泛性焦虑障碍，就是 GAD。这个就是对很多事情都感到过度的难以控制的担忧，而且这种担忧是慢性的。患者常常会伴有像肌肉紧张、坐立不安、容易疲劳、注意力难集中、睡眠不好这些身体上的问题。听起来就很消耗人。非常消耗。还有一类是和健康相关的焦虑，这个现在可能包括几种诊断，比如疾病焦虑障碍，还有躯体症状障碍。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简单说，疾病焦虑障碍的核心是过分担心自己得了或者将会得某种严重的疾病，即使没什么症状或者症状很轻微，也老往坏处想。以前是不是叫疑病症？对，有点类似，但现在的概念更细化了。而躯体症状障碍呢，是确实存在一些令人痛苦的身体症状，而且患者会对这些症状有过度的想法、感受或者行为，比如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担心这些症状。所以这两种都可能让人不停地跑医院。是的，尤其是这种对健康的过度担忧，特别容易把人卷进一个恶性循环里。这个循环是怎么运作的呢？彭医生描述的挺形象的，他往往从一个很小的事儿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身体感觉，比如说你突然感觉心跳稍微快了一下，或者胸口有点闷。这可能很正常，比如刚运动完或者紧张了一下。对，但对于有健康焦虑的人来说，大脑可能会立刻跳出来一个灾难化的解读。完了，我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我会不会猝死？这个想法一出来肯定很吓人。非常吓人。这个恐惧感立刻就会激活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战或逃反应，肾上腺素飙升，结果呢，心跳真的更快了，胸口可能更闷了，甚至可能头晕手抖啊！这下身体的感觉好像印证了最初那个可怕的想法。没错，这就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身体的感觉似乎证明了想法是对的，想法又加剧了恐惧和身体反应。那接下来人会怎么做？为了缓解这种强烈的恐惧和不适感，可能就会采取一些应对行为。最常见的就是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比如不停地摸脉搏、量血压，或者疯狂上网查症状，心跳快、胸闷、头晕一搜。对，结果往往是看到一堆可怕的疾病，更加恐慌。还有就是反复去找人确认，问家人你看我脸色怎么样，或者不停地去看医生，要求做各种检查。这些行为能让人安心吗？短期内可能在拿到一个正常的检查结果，或者得到别人保证的时候，会暂时松一口气。但彭医生指出，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为反而强化了一个潜在的信念，就是我的身体感觉是危险的，我需要时刻蒙控它，需要外部的保证才能安心。所以下一次再有类似的感觉，或者遇到新的不适，这个循环就又开始了，甚至可能更强烈。正是如此，这个焦虑的根反而越扎越深了。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那些灾难化的想法好像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推手。绝对是。彭医生总结了几种在这种健康焦虑里特别常见的思维模式，或者叫认知扭曲。比如很容易高估风险，就是觉得一点小毛病也可能是严重疾病的早期症状，或者对疾病本身进行灾难化的想象。万一我真的生病了，那我的生活就全毁了，我肯定受不了。还有呢？还有就是低估自己的应对能力，觉得如果真查出问题，我肯定处理不了，我会崩溃的。再有就是对医疗系统或者医生可能产生不信任感，觉得医生可能查不出我的问题，或者就算查出来了也治不好，或者会耽误治疗。这些想法听起来都挺让人绝望的。是的，而且这些想法会直接影响行为。彭医生提到2种比较典型的行为模式。哪2种？一种叫求医型，就是过度寻求医疗帮助，不停地看医生、做检查，想要一个确定的诊断或者保证。另一种呢？另一种是回避型。这些人可能同样害怕得病，但他们因为太害怕听到坏消息，或者不相信检查结果，反而会逃避必要的检查或者就医。这2种看起来相反，但背后的驱动力可能都是恐惧。对，都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一些固有的信念。当然，外部因素也会有影响，比如以前的就医体验好不好，医疗费用高不高等等。了解了这些机制，感觉这个循环确实挺难打破的。那彭医生有没有介绍一些实际的应对策略呢？他说到了认知行为疗法 CBT。对， CBT 被认为是处理焦虑，包括健康焦虑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它的核心理念，彭医生强调，不是追求完全消除症状或者焦虑，这个可能不现实。那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学会更好的应对 ，cope better。就是说，症状可能还会有起伏，焦虑也可能偶尔来访，
但你能够用更有效、更灵活的方式去面对它，不让它完全掌控你的生活。他用了那个烟雾报警器的比喻，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你的神经系统就像一个过于敏感的烟雾报警器，我们的目标不是把它拆掉，毕竟它也有保护作用，而是把它调回到一个正常的灵敏度，并且要学会识别什么时候它可能只是误报，即使它响了，你也能保持相对平静，知道这只是警报在响，不一定真的着火了。这个心态很重要。他还特别强调了找一个守门人医生，非常重要，就是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也理解你这种情况的全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这位医生能成为你的一个稳定支持，帮你理性的判断什么时候的不适需要做进一步检查，什么时候可能只是焦虑的反应，可以先观察一下。这样就能避免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逛诊所，做一堆可能不必要的检查，是吧？对，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减少你自己的焦虑和折腾。而且他反复提醒，一定要管住自己，不要老是求助于谷歌医生或者其他搜索引擎。哈哈，对，彭医生说，带着焦虑的心情去网上查症状，基本上就是请君入瓮，大概率是越查越害怕，给自己诊断出一堆绝症。太真实了。他说，如果实在忍不住要查，第一，要看可靠的、权威的医学信息来源；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把查到的信息带着疑问去和你的守门人医生讨论，听取专业意见，而不是自己吓自己。这个建议很中肯。除了调整这些想法和行为，放松身体本身是不是也很关键？非常关键，因为焦虑会直接导致身体紧张嘛，所以任何能帮助你身体放松下来的方法都是有益的。比如深呼吸练习，特别是腹式呼吸，还有像渐进式肌肉放松法，有意识的去收紧再放松身体不同部位的肌肉，正念冥想、瑜伽、太极拳，或者就是简单的散散步，听听舒缓的音乐。切换到放松、修复的休息和消化模式，副交感神经兴奋，这能直接缓解很多身体上的不适感，譬如肌肉紧张、心跳过快等等。彭医生在他的讲座里还特别提倡一个概念，叫慈悲正念 （kindfulness）。这个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挺有意思的，是它结合了正念 （mindfulness） 和慈悲 （kindness）。正念我们知道是强调不加评判的觉察当下的一切，包括你的念头、情绪和身体感觉。而慈悲是强调用一种温柔、友善、理解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和自己的经历，尤其是那些痛苦的、不舒服的部分。所以慈悲正念就是带着善意去觉察自己的焦虑和不适。对，特别是对于焦虑的人来说，常常会伴随着很多自我批评、自我指责，觉得自己不应该焦虑，怎么这么没用。加入慈悲的元素，就是学用一种更温柔、更包容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困难，给自己一些理解和支持，而不是一味的对抗或苛责。这听起来很疗愈。是的，这也和他作为佛教心理健康学会主席的背景有关，强调内在的关怀和平静的力量。但有时候吧，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真的不觉得我有什么压力啊，工作也还行，家庭也挺好，我怎么会焦虑呢？可身体就是各种不舒服，这种情况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彭医生解释说，压力并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它可能是隐藏的，或者说你自己没有意识到。隐藏的压力，比如说，有些人可能长期处在一个比较紧张、要求高的环境里，已经习惯了那种紧绷感，自己不觉得那是压力了，但身体其实一直在承受。习以为常了。或者是过去累积的一些压力、未处理的情绪，当时可能没爆发，但他们并没有消失，现在通过身体的症状表现出来。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还有可能是内在的压力，比如是不是对自己要求特别高，是个完美主义者？是不是总想讨好别人，不敢拒绝，把很多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是不是脑子里总是在不停的思考、担忧、计划，很少能真正放松下来？这些确实也是压力源。对，甚至彭医生提到，有时候太闲了，缺乏生活的重心和目标感，也可能导致一种莫名的焦虑和身体不适。
哇，这个角度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关键信息是，压力不一定是你意识到的那些外部事件，它可能很微妙，藏在你的思维模式、应对习惯，甚至生活状态里。正是如此，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我没压力就排除了心理因素的可能性，需要更深入的去探索一下。明白了。除了放松身体，彭医生还介绍了一些思维层面可以直接操作的技巧，是吧？比如那个认知解离。对，认知解离 （cognitive diffusion） 这个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其实是来源于接纳承认疗法 （ACT） 的一个核心技巧，操作起来可以很简单。它是做什么的呢？它的目的是帮助你和你的想法，尤其是那些让你困扰的负面的想法，拉开一点距离。不是去改变想法，也不是去和想法辩论，而是改变你和想法之间的关系。怎么拉开距离呢？就是学着把你的想法看作仅仅是，大脑产生的心理事件，就像天空飘过的云，或者溪流中飘过的叶子。它们来了，你看到了，然后它们会自己走掉，你不需要抓住它们，也不需要被它们卷走。听起来有点像正念的观察。很像。具体可以这样做：当你注意到一个让你焦虑的想法，比如我这个症状肯定很严重，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哦，我注意到我的大脑现在正在产生一个这个症状很严重的想法，加上我注意到我有一个想法这个前缀儿。对，或者说我正在经历一个关于的想法，就是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和想法分开一点点。你看待它，而不是完全认同它、陷入它，这样就能减少这个想法对你情绪的直接冲击。这个方法听起来不错，需要练习。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是那个54321专注当下法啊，对，这个是特别经典和有效的一个接地，尤其是在你感到焦虑、恐慌或者思绪纷飞的时候，能快速把你拉回到此时此地的现实中来。这个具体怎么做来着？很简单，就是有意识地调动你的5种感官，停下来，环顾四周，然后第一步，说出或者在心里留意你看到的5样东西，比如我看到一盏灯、一个杯子、一本书。第二步，去留意你身体能触摸到的4样东西，感受它们的质地，比如我摸到椅子的布面、桌子的木头纹理。好。第三步，仔细听你当下能听到的3种声音，可能远，可能近，比如我听到空调声、外面的车声、我的呼吸声。第四步，留意你现在能闻到的2种气味，如果没有明显的，可以深呼吸感受一下空气。好的。最后一步，留意你能尝到的1种味道，比如嘴里的鱼味儿，或者喝口水儿感受水的味道，也可以是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肯定或者让自己安心的话。这个练习的好处是什么？它能立刻把你的注意力从脑子里那些如果怎么办的担忧和灾难化的想法，转移到你周围真实的环境和身体的感官体验上。这就像给那个过度警觉的神经系统发送一个信号：嘿，看，我们现在是安全的，就在这里，有助于打断焦虑的恶性循环。这个确实感觉很实用，随时随地都能做。对，操作性很强。当然，除了自己努力调整，身边家人朋友的支持也非常重要。但怎么支持才有效，而不是帮倒忙，这里面有学问。是的，彭医生在这方面给了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我觉得特别好。他区分了哪些话最好别说，哪些话可以尝试去说。这个对家属来说太有用了。比如说，最忌讳的就是说，这都是你想出来的，你就是心理作用，别瞎想了。对，这等于是否定了对方真实的感受。彭医生建议可以换一种方式，尝试说，我知道你感觉很难受，很真实，但这些感觉并不一定意味着有危险。还有，避免说你就是焦虑想太多，这听起来像是指责。对，可以试试说，听起来你的身体警报系统现在好像变得特别敏感了，像个灵敏过头的警报器一样。用比喻来解释，可能更容易被接受。这个说法比较中性。还有，不要轻易断言你根本没病，可以说检查结果显示没有发现严重的器质性问题，这让人放心。但看起来你的身体对压力或者某些感觉反应比较强烈，这个更贴近事实。
对，功能性这个词比较好。最后，像你反应过度了，你就是疑病症这种标签也要避免。可以说，你身体的警报反应好像太强烈了，让我们一起想办法让它平静下来。这些建议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彭医生总结得特别好，他说，关键在于验证对方的痛苦，而不是去验证他们扭曲的信念。Validate the distress, not the distorted beliefs. 验证痛苦，而非信念。对，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他的难受，他的挣扎是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的。你可以说看得出来这件事让你非常困扰和害怕，或者我理解，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的思绪很容易就跳到最坏的情况上去。先共情，建立连接。是的，先让对方感到安全和被理解，然后再慢慢引导他看到其他的可能性，或者鼓励他尝试一些应对方法，而不是一上来就否定、讲道理或者给建议。这个沟通技巧非常重要。那在就医管理方面呢？很多人可能会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再多看几个医生？要不要再做更贵的检查？为什么医生跟我说没事儿，我还是不放心呢？这个保证好像有效期特别短。对，这些问题太常见了。对于反复求救的问题，彭医生建议最好能和你的那位守门人医生一起商量，制定一个就诊阈值计划。Care Threshold Plan， 这是个什么计划？就是一起明确一下哪些症状对你来说是比较常见的、良性的，可以先在家里观察，不必马上去医院。可以设定一个观察期，比如观察几天。同时，也要明确哪些症状是红旗信号，一旦出现是必须立刻就医的。这样心里就有个谱了。对，这样能增加一种掌控感，也避免了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往医院跑，或者因为害怕而耽误了真正需要处理的情况。那关于保证的作用呢？为什么反复寻求保证好像没什么用？这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能很大程度上缓解初期的焦虑。但是，如果之后患者因为持续的焦虑，反复的、强迫性的寻求同样的保证，那这个行为本身就可能变成了焦虑循环的一部分了。它会强化那种我需要外部保证才能安心的依赖，而不是培养自己内在的应对能力和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所以重点要从反复寻求保证转向学习如何管理疑虑，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处。完全正确。彭医生说，现代医学在排除大多数严重疾病方面是非常可靠的，但医学也有局限，它不可能100%解释清楚每一种身体感觉或者不适的来源。接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当医生经过负责任的评估，认为没有严重问题时，我们需要学着去信任这个评估，并且接受生活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然后把关注的焦点从执着的寻找病因、寻求确诊，转向如何管理好现有的症状，如何带着这些不适也能好好生活，改善生活质量。这个转变是康复的关键一步。当然了，如果焦虑、抑郁或者身体症状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比如无法上班上学、社交严重受损，或者反复就医，做了很多检查还是无法缓解担忧，甚至出现了抑郁情绪、自伤或自杀的想法，那就一定要寻求更专业的帮助了。对，这个时候就强烈建议要去看精神科医生或者临床心理学家了。他们能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和诊断，并提供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等更系统的帮助。在跟患者建议转介的时候，措辞也可以注意一下。是的，可以说，也许一位身心健康方面的专家能更好地帮助你理解和应对这些困扰，帮你重新训练一下这个有点过于警觉的身体系统。这样听起来更积极，更侧重于学习和赋能。这个说法很好。最后，彭医生还谈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就是如何与我们自己的身体和解，建立一种更友善、更和谐的关系。他提到了2个概念：内感受意识和对身体的感恩与慈爱。内感受意识 （introspective awareness） 这个是指什么？指的是我们对自己身体内部感觉的觉察能力。比如，你能否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呼吸、胃部的饱胀感等等。健康焦虑的人是不是对这些内部感觉特别敏感，但又特别害怕？往往是这样，一感觉到心跳加速就恐慌，一觉得胃不舒服就担心得了胃癌。所以，彭医生说，培养内感受意识的关键在于转变态度，从恐惧、
排斥这些内部感觉，转变为用一种平静的、好奇的、不加评判的态度去观察它们。怎么练习呢？可以通过一些练习，比如身体扫描冥想，就是把注意力温和的、有意识的引导到身体的不同部位，只是去感受那里当下的感觉。无论是什么感觉，都只是观察，不去做任何好坏的评判。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帮助大脑重新学习，在身体内部是安全的，即使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也不一定意味着灾难。逐渐降低对内部感觉的恐惧和过度反应。这个听起来需要耐心练习。那另一个对身体的感恩与慈爱呢？这个也很有力量。即使我们的身体现在有一些不适，让我们困扰，但同时它仍然有很多部分在默默的、不齐全的为我们工作着。所以可以有意识的去培养对身体的感恩之心，比如在心里默默的感谢，谢谢我的心脏一直在为我跳动，谢谢我的肺让我能够呼吸，谢谢我的双脚支撑我行走，关注那些还在正常运作的部分。还有慈爱？对，就是把之前提到的慈悲或者说慈爱也导向自己的身体。可以在做身体扫描的时候，把注意力带到哪个部位，就在心里向他发送一些美好的祝愿，比如愿你安好，愿你放松，谢谢你的辛劳。这听起来有点像在跟自己的身体对话。是的，一种充满善意和关怀的内在对话。彭医生说，这样做有助于平复过度警觉的神经系统，减少我们和身体之间的那种对抗感、疏离感，建立一种更慈悲、更连接的关系。这真的是一种很深刻的转变，从把身体看作是问题的来源，甚至是敌人，转变为用一种更感恩、更关怀的态度去和它共存。没错，这对于打破健康焦虑中常见的过度蒙硬控和自我批评非常有帮助。好了，今天我们借助彭真佳医生的这场讲座，真的是深入的聊了聊焦虑和新生症状这个话题，感觉收获很多。对，回顾下关键点吧。首先，那些新生症状，身体的不适感是真实存在的生理反应，不是凭空想象的。而且他们常常和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身和心是紧密连接、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是的，好消息是，有很多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比如学习放松技巧，调整那些灾难化的想法，练习专注当下，还有刚才提到的学习与身体和解。对，沟通和寻求恰当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无论是来自医生还是家人朋友。没错，最后还是要记住彭医生强调的那个核心理念，我们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症状完全消失，那可能很难做到，也容易让人挫败。更现实的目标是，更现实也更有韧性的目标是，学会与这些症状和焦虑共处，学会在它们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尽可能的改善生活质量，减少它们对你生活的干扰。更好的应对，而不是彻底根除。这个心态的转变很重要，非常重要。今天的讨论真的非常有启发。那最后也留给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可以慢慢思考一下。请讲。在了解了我们身心之间这种深刻而奇妙的联系之后，你可以如何开始尝试用一种，也许是更慈悲也更好奇的方式来倾听你身体的声音呢？即使是在它向你发出不舒服的信号的时候。